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谈两件事。第一件事呢，最近我读了一本书《币安人生》，作者张长鹏，币安的创始人 CZ。第二件事，上周我发布了一期视频，这期视频也叫做《币安人生》，但那期视频讲的不是 CZ 的书，讲的是一个命币，一个因为币安联合创始人的一句话而被做出来的3天涨了6000倍，然后呢，把一大批散户套在山顶上的币，同一个名字，一个呢是一本书，一个是命币，但讲的内容呢是两个截然相反的故事，一个是幸运、坚韧、保护用户，英雄式的悲情人物，另外一个呢一句推文，一条 K 线，一场收割。所以当我看完 CZ 的书，我感觉有点挺魔幻的，也挺困惑的。一个是书中的英雄般的币安人生，一个呢是交易所当中的危险的币安人生。那么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呢？先来说说书中的币安人生。说实话，它里边的有些段落真的让我挺感动的。它讲的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创业者，艰苦的家庭，忠诚的团队，一个被不公对待的商人。有4个地方呢，我觉得非常值得拿出来谈一谈。第一个呢，一台昂贵的电脑，他爸爸花了整整7个月的工资，7000加元给他买了一台 X286 的电脑。7000加元在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他们一家人刚刚到加拿大，母亲呢放下了国内的教师身份，在服装厂做缝纫工，父亲是中科大的物理研究生，到了温哥华重新去读博士，7个月的工资砸在一台电脑上。CZ 在书里边他也写到，如果没有那台电脑，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我。这句话呢，我觉得是真实的，但我更多的感觉是，没有 CZ 他爸，就没有今天的币安。第二个呢，16亿美元。2022年 Terra Luna 崩盘之前，币安持有的 Luna 的仓位从300万美元涨到了16亿美元，533倍的增长，他们赚了很多钱。当时 Luna 崩盘在即，所以团队建议抛售套现，但 CZ 呢拒绝了。他有3个理由：第一，市场恐慌的时候抛售会加剧踩踏事件；第二，仓位太大了，没有办法快速的退出；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不愿被视为在散户之前逃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感觉挺佩服的，这是用真金白银来保护散户啊，好像在说你们先撤，我还垫后。结果几天之后，果然就像预测的一样，16亿美元变成了几千美元。这个不是一笔小的数字，这是一个创始人为了保护散户，亲手让16亿美元在自己的面前蒸发。这里边呢，我们要记住书中的这句话，不愿被视为在散户之前跑路，这是 CZ 自己写的。这句话呢，我们一会儿还会再用到它。第3个呢是不能复制粘贴的电脑。2024年的4月，CZ 被判入狱4个月，在 Lompoc 联邦监狱服刑。监狱里边，他拿到了一台电脑，但那台电脑不能够复制粘贴。你可以想一想，调整段落的时候，你得重新打一遍，跟老式的打字机一样。币安人生这本书的初稿就是他在那台电脑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慢慢的敲出来的。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对这本书的态度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在这之前呢，我始终把它当成一本创业的回忆录来读，一个成功者在人生高点去回望过去。但看到那台不能复制粘贴的电脑之后，我意识到这个不是一本回忆录，这是一个曾经站在世界顶端的人，在失去了非常重要的东西之后，想给自己一个交代。这种书呢，往往是最诚实的，但也往往是最危险的，因为当一个人最想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写出来的东西真伪之间最难分辨。第4个是500万美元。2022年的2月，俄乌战争爆发，币安在乌克兰大约有90名员工，币安出钱撤离了其中的45个人和他们的家属。前3个月呢，花了大约500万美元，
CZ 说，保护团队比钱更加重要。如果我们不保护自己的团队，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团队去保护用户呢？这里边我看到什么呢？以员工为中心，以用户为中心。我感觉币安比我待过的亚马逊的 AWS 强多了。亚马逊的 principle 的头条就是以客户为中心，但它的制度对自己的员工真的不怎么样。好的，我们现在呢把这几个故事给它摆在桌面上，不得不说这本书里面的确有它真诚的地方，但这些故事是不是完全真实的，是不是被润色过了，我不知道。这个也不是今天这期视频的重点。今天的重点是这本书里边用户这个词儿一共出现了329次，但书外的那个平台呢，今天正在做的事儿跟这329次用户好像根本就对不上。我们现在从书中回到现实中的币安人生，先来谈谈那个币安人生这个币这部分呢，上周我已经讲过了，这里呢我只想用30秒钟快速的给它过一下。这个币的初衷呢，其实最早你可以追溯到胡晨芳那儿，他那个时候总是在谈什么安卓 Life、苹果 Life， 结果呢有一天币安的一位联合创始人在 X 上回了一条评论，说了一句话：祝你享币安人生，币安 Life。几分钟之内，一个叫做币安人生的币就被部署到链上去了，3天涨了6000倍。我那些这里还讲错了，说是5000倍，其实应该是6000倍。这个币呢，随后被上架币安阿尔法的现货，永续合约，市值最高冲高到了3.5亿美元。今天我又看了看，又冲高了，市值已经来到了4.4亿。但你要知道，链上的监测机构指出，币安人生的疑似控盘地址持有总供应量的 22.7%。 22.7%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打开它的 K 线图，它现在就在历史的最高点。我不知道你看到这个最高点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但它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诱饵，一个非常漂亮的诱饵。这个诱饵的周围呢，是一整片的森林，森林里边藏着这个老虎、豹子还有猎手。只要你对这个诱饵动心，你买入，你走了进去，你就再也出不来了。猎手呢，他不会马上动手，可能还会让你吃一会儿诱饵，但最终是要把你的本金一口给吞掉的。这个就是我上期视频最想让你看清楚的那件事。我不知道币安有没有参与这场围猎，但他的确给这场围猎提供了最好的舞台。从联合创始人的一句话，到阿尔法，到现货，到合约，这一整条的流水线上，平台每走一步都有机会说不，但他没有。到了这儿，可能会有人说这是一个孤立事件吧，市场总会有奇葩的案例。再说 CZ 本人早已经不是币安的 CEO 了。好的，那我们再看到第二层，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孤立，这是一条流水线。上周那期视频发出去以后，评论区里边有人列出了一份名单， MYX RAVE 拼拼 COAI Siri， 最明显的就是这个 RAVE。 据报道，它的持币的集中度高达99%，简直就是一个屠宰场，等着你进去被宰杀。我打开它的 K 线看了一眼，吓了我一跳，典型的 rug pull 什么意思呢？就是庄家把价格先给拉上去，等散户进来以后，突然的把流动性给抽走，散户呢摔了个大跟头，肯定是跑不了了。而且我发现关键的是，这些币都有一个共同点，全都在币安上架，看起来全走的是同一套剧本。什么剧本呢？少数的地址先囤筹码，先拉盘，把小白散户给吸引进来，然后再压盘，利用散户山寨币必须归零的直觉诱导他们去做空，然后大力的上拉，用资金费率来收割空头，再砸盘，把踏空回补的多头一起给收割掉。一个梗币也许是意外，但10几个走几乎同一套剧本的币都在同一个平台上，这个还是意外吗？到这儿可能又有人说，交易所它其实只是提供了工具，项目方才是庄家，才是坏蛋。
换句话说，就是交易所它只是卖刀的，真正杀人的是项目方。好的，那我们看看第三层，这是市场的行为还是结构性的事实？我们讲两个事儿，第一件事呢是行业同行里边说的，另外一件事是 CZ 本人签字承认的。2025年的10月10号那一天呢，是整个2025年加密市场最著名的一次黑天鹅事件。整场的清算规模大约是190亿美元，170万个交易者在几个小时之内被强制平仓了。几天以后呢， OKX 的 CEO 徐明星在 Twitter 上公开发声，他直接点名币安，指控币安的某些稳定币相关的活动助长了过度的杠杆结构，最终呢，在市场条件恶化的时候，引发了这场连锁的清算。之后呢，索罗纳的联合创始人 Tolly 转发了徐明星的帖子，CZ 当天就在 X 上取关了 Tolly。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币安不是已经对10月11号的用户赔偿了吗？赔钱了。的确，币安第一批赔付了大约2.83亿美元，几天之后呢，又追加了一个叫做 Together Initiative 的计划，总规模大约是4亿美元，看起来不小。但你把尺子拿出来给它量一下，190亿美元的清算规模，最终赔付了大约只有3.28亿美元，赔付的比例不到2%，而且这2%也不是人人都有份儿。币安赔偿的范围只覆盖了当天的一个40分钟的窗口，21点36分到22点16分。币安自己在官方公告里边澄清，当天大约75%的清算发生在脱锚之前，这部分清算不赔。币安的官方措辞是因平台的问题造成的损失赔偿，市场波动造成的损失不在赔付范围之内。对不起，这个不赔。这句话呢，我们再来听一遍：市场波动造成的损失不在赔付的范围之内。那问题是，一个交易所设计了一套把 USD、BNSOL、WBETH 都接受为抵押品的保证金系统，这套系统呢，在40分钟内崩掉了。然后这个交易所告诉你，崩盘之前那75%的清算是市场波动，和平台没有任何的关系。这里边我想问一下，难道真的没有关系吗？我们现在呢，把两件事儿摆在同一张桌子上，左边是 CZ 在《边人生》的这本书里边亲手写下来的那句话，不愿被视为在散户之前跑路。右边呢是10月10号之后币安官方公告里的一句话，市场波动造成的损失不在赔付范围之内。书里的那句话是关于用真金白银保护散户的16亿美元蒸发在自己的面前，现实里边的那句话是关于划清界限的190亿美元的清算只赔付2%。一本回忆录讲的是我愿意和散户站在一起，一份公告讲的是这个不是我的责任。那么我想问，书里的这个 CZ 和现实里的那个币安，它是一回事吗？第二件事是2023年的那份认罪书，书里边呢有这么一段，我念一下大意。很难的谈判，司法部最初要68亿美元，最终呢谈到了43亿。CZ 说他每天要和10几位律师开会，很多律师过去就在司法部工作过。这个听起来是一个创始人和美国巨大的监管体系正面博弈的故事，有点悲壮的感觉。但如果你去读 DOJ 认罪书本身，你看到的是另外一个故事。币安承认，注意是他自己签字承认的，他们的平台长期允许来自被制裁国家的用户交易，允许与贩毒、恐怖主义相关的资金在平台上流转。平台的合规系统长期知道问题的存在，但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整改。这个不是我个人的指控，这个是 CZ 本人在美国联邦法院签字认下来的事实。讲到这里，我们先停一下，要想清楚一件事：监狱里边的那台不能复制粘贴的电脑 ，CZ 用它写了《币安人生》的这本书，书里反复出现的词是
责任、使命保护用户。西雅图联邦法院那张桌子上 ，CZ 签了一份文件，那份文件里边反复出现的词是违规、明知、未整改。这2份文件的签字人是同一个人，这个让我觉得非常矛盾，很分裂。回忆录里边“用户”这个词儿出现了329次，认罪书里边“用户”好像是另外一批人，独资制裁资金、暗网资金通过币安平台流转的那批用户，同一个词儿在2份文件里边指的是同一种人吗？如果你读完《边缘人生》觉得 CZ 是一个被误解的理想主义者，这个没有问题，他书里写的那些选择可能真的发生过。但与此同时，10月10号那天爆仓的散户，它也是真的。边缘人生这个命币22.7%的筹码集中，可能它也是真的。DOJ 那份认罪书上 CZ 的签名，它的确是真的。这些事儿，它不会因为一本书写得很感人就变成假的了。说到这儿呢，可能会有人问，那你的结论到底是什么呢？ CZ 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老实说，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错的问题。我更想聊的是另外一件事 CZ 这个人可能真的相信他书里写的那些话， Luna 的那个决定可能是真诚的，监狱里写书的那台电脑也可能是真实的，乌克兰员工的500万可能就是这么花了。但有一件事儿，我越想越觉得，一个估值接近1000亿美元的平台，早就不是一个人所能控制得了的了。你看书里的 CZ 和你打开币安 App 看到的那个币安中间呢，其实隔着一整套谁也拦不住的商业惯性。创始人的初心是一回事，这个帝国每天在做的事儿是另外的一回事。所以下次你听到有人说币安上架了这个币应该没有问题，或者说 CZ 那个人还是有格局的，他的平台应该不会坑散户，你可以在心里边把这2件事儿分开来想想。一个人的故事再动人，也管不住一家公司每天在做什么；一本书里边写的再好，也救不了一个在 K 线上亏钱的散户。这个也是为什么我想今天做这期视频的主要原因。好的，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2本币安人生哪一本是真实的？我的答案是他们都是真实的，只是他们讲的不是同一批人的人生。一本是 CZ 的人生，7年做出了全球最大的交易所，在监狱里边写书，被特朗普赦免，今天呢还能写出幸运、韧性、保护用户这样的话，他赢了。他的币安人生一点也不糟糕。另外一本呢，是那些在币安人生、在 REF、在 MYX 的 K 线的顶部接盘的散户的人生。他们没输给市场，但他们输给了一个让他们以为自己在玩市场的平台。他们的币安人生是糟糕的人生。这2本书写在同一个平台的同一张 K 线上，但主角从来就不是同一个人。最后呢，留一个问题，如果你在加密圈子里边，你读的是哪一本书？你希望自己读的又是哪一本书？请把你的答案打在评论区里边。这里是加密星球，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请点赞并订阅频道，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入口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谢谢，再见。